大家好，有恭喜我了。这支影片是我的本业，做一些财经类的产业分析和评论，敬请支持、订阅和指教咯。疫情终于结束，不知道大家出国玩了几趟，有没有把过去几年没有显力的冲动，一次都猛烈爆发了呢？在疫情前，零售产业就一直在谈从线下 offline 转到线上 online。O2O 这个词应该是已经听到烂掉，甚至是反过来谈 online to offline 的虚实整合。无论是线下转线上，或是线上转线下，产业界甚至是媒体都有一种说法，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逐渐转变，线下实体零售将逐渐被淘汰。2020年大疫情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被打乱，逼得我们不得不透过非接触的方式来完成各种民生消费。于是我们看到很多零售业的实体店面关下店门，人们开始透过大量的网络购物来完成消费行为。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居家办公的时期，在某24小时到货的线上购物平台买东西时，等了1个月货都还没到的情况吧。这段时期更是加深了产业界和媒体对于消费行为加速变迁的影响，以此来印证实体零售衰退，甚至实体店面倒闭潮之后可能不再恢复的说法。但现在疫情已经结束，线上消费行为还会持续存在吗？线上零售是否拜疫情之赐一飞冲天，把实体零售踢得远远的呢？今天来讲这个主题，台湾疫情后的实体零售与线上零售的消长。我们直接切入正题看数字。2022年台湾整体零售业营业额将近新台币4.3兆元。回顾2019年至2022年，每年都会有个位数正的年成长率，除了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升起时，年成长率的状态趋近于零。我们进一步来看整体零售业的网络销售金额，这是经济部于2019年增加的调查数据，反映各零售业在发展线上零售时的销售状态。2022年的整体零售业的网络销售金额将近为新台币4930亿元，自有记录以来年成长率都在双位数以上，尤其是疫情期间的2020年和2021年，年成长率都在20个百分点以上，看起来疫情多少都有催化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网络销售金额占整体零售业营业额以每年度2个百分点的速率稳定地逐年增加。我们再把零售业的类别切细一点，来看综合商品零售业的营业额。所谓综合商品零售业是指百货公司、超级市场、连锁便利商店、零售市商量贩店以及其他综合商品零售业，像是免税商店、杂货店、消费合作社等5大类。这个细分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我们也是直接来看数字，2022年综合商品零售业营业额大约是新台币1.4兆元，并且占整体零售营业额一直维持在1/3左右的比例。回顾2019年至2022年，每年的年成长率也都有个位数以上，年成长率甚至高于整体的零售业。当然，2020年和2021年的疫情期间，年成长率有稍微受挫。同样的，我们再把综合商品零售业的网络销售金额再抽出来做比较，我们同样会看到与整体零售业相似的趋势，只是年成长率更为惊人。2022年综合商品零售业的网络销售金额新台币341亿元，在2020年和2021年的疫情期间的年成长率更为惊人，各为69% 跟49%，但2022年就跌到只有18%。同样的，网络销售金额的占比在疫情期间的爬升速率也非常明显。2020年的和2021年的占比各自较前一年提升了0.6% 跟0.7%，但是在2022年仅较2020年提升了0.2%。数字看到这边，大致可以了解到，疫情影响了整体零售的消费行为，至少在营业额上可以看到成长率不若以往，但却是让消费行为转移到网络上，所以会看到2020到2021年疫情期间的网络销售金额年成长率都是高的吓人，2022年就明显回档。同样的，我们也从网络消费金额占整体零售业营业额的占比中，看到2022年的占比爬升状态也是明显回档。我们从年度数据报表上看到的数据量比较少，我们进一步以每季的数据，以折线图的方式来观察网络消费金额年增率的状态。我们一条一条线陆续叠上去，首先是整体零售业营业额年增率，接续是整体零售业的网络销售营业额年增率，以及综合商品零售业营业额年增率，最后是综合商品零售业网络销售金额年增率。
最后，我用灰色的线框起来的时间区间，就是2020年第一季至2022年第一季之间，也就是疫情期间的各项数据年增率。很明显的就是受到疫情影响，网络消费金额的年增率都暴增。但2022年的第二季之后，网络消费金额年增率的成长状态，就和整体零售业营业额或综合商品零售业的营业额年增率的差异就相差不大。用这张折线图可以呈现出台湾零售业的网络或线上销售版图，在疫情之后已经回归到疫情前的状态。换言之，我们期待疫情期间养成消费者持续在网络上消费的习惯的力量，也开始慢慢消退中。回到这一集最初的命题，线上消费行为还持续存在吗？是的，当然还存在，只是线上消费行为的成长力道又回到疫情前的状态。而线上零售是否拜疫情之赐一飞冲天，把实体零售踢得远远的呢？看起来答案是偏否定的，毕竟线上或网络销售金额的占比仅占整体零售业营业额的12%，若单看综合商品零售业，更只有个位数的极低占比。在台湾，疫情过后，商圈人潮再度涌现。尽管线下转线上一直是个明确的趋势，只是这个趋势会走得很久很长。疫情只是在这条漫长的趋势道路上一个巨大的波澜，疫情过后则是回归常规。同样的状态，我们在美国的电商销售金额上也看到同样的趋势。2022年，美国电商零售营业额9035亿美元，整体零售业营业额则是达到5.4兆美元。电商营业额占整体零售营业额的16.7%个百分比。电商成长率在2020年创下36% 的高峰之后，随后疫情缓慢获得控制。2022年，电商年成长率开始回落，成长率甚至低于疫情之前。所以我们并不孤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疫情后并没有一直待在家里，实体零售业者也不会立马走向全面或部分性的萧条。只是线上销售这个趋势，从数据里看得出来，会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趋势。站在企业策略的角度上来看，尤其是已经站在实体零售场域中的企业，所需要的是中长期滚动调整的策略。企业资源的投入就不需要随着漫漫长路中的其中一段波澜，以现在来看就是疫情，做出太大的举措。毕竟经历过这波波澜后，市场状态又会趋于常轨。这段期间所过度投入的资源，反而会在事后觉得浪费。好喽，今天就说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